我最近有点想谈恋爱，啊，但是我总碰到那种特别装的人。我前天刷社交软件，有个男生给我发来一条消息，他说 ：“Hello, I'm from Hong Kong。”你是哪里人？我说你装什么呀？虹口还得打英文。大学接触过一个男生，就有点装，老跟我说想过那种不被定义的人生。大二跟我说他要退学，说觉得大学正在摧毁他。后来我一打听，说是他老挂科，大学要开除他。还跟我聊情史，说他自己受过伤，不敢动感情了。但他原话是这么说的：“他说曾因酒醉鞭名马，不敢多情泪美人。”我说这不是喊麦吗？这我咋接呀？你不敢多情泪美人，我抽烟只抽宣赫门。天天跟我聊什么独立音乐、哲学、文学，我感觉聊这些就是男生勾引女生的一种手段，是吧？你就感觉他跟你说这是康德，这是弗洛伊德，这是沃士、沃德。我现在有时候也能理解一点吧，我觉得这些行为就是装啊，聊哲学，想营造一种神秘感，想让女的对他好奇。我经常感觉女的一旦对有些男的产生好奇啊，女的就要开始倒霉了。有些男的一旦对女的产生好奇呢，女的就要开始倒霉了。有一天他开车送我回家，但是过程里我是发现了这个人一些优点啊。第一个优点就是他有车，第二优点他是个很温柔的人，他会很温柔地提醒我系好安全带，然后再去别另一辆车。那天我们那个车刚上高架的时候，被一个司机变道超车，可能不小心别了一下，其实幅度很小，我都没有注意到。但可能因为他车里放的是那个《古惑仔》的主题曲，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，就是那个贼咋风哦，没一说，这个男的情绪一下就上来了，一脚油门狠狠别了回去，给我吓傻了。他是从车的右边别的，撞就先撞到我，刮就先刮到我，甚至那个司机骂有病吧你。先有病的也是我，但这个事儿如果就到这儿结束了也还好，但他不知道下了高架是一个红灯，那个司机把车整个横在了红灯下面，拦住了我们的去路。那个司机走下车，靠在车门上点燃一支香烟，看向我们。大哥长得跟孙红雷一模一样，我俩在车上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出声。车里唯一还敢出声是那个音响。但音乐已经从《古惑仔》的主题曲换成了片尾曲，就是陈浩南和他女朋友被人活活打死的时候放的那段音乐。我抬头看了一眼那个红灯，99秒，孙红雷朝我俩走了过来，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男的按下了车窗，我这边的车窗。我那会儿特别怀念90年代那种手摇把车窗，但我真没招了。孙红雷过来骂骂咧咧让他下车，我也怕他俩打起来。大哥都站我这边了，我怕大哥越过我打他的时候亲到我，我就只能劝我说你千万别下车，千万别下车。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男生另一个优点，很听话。我看那个手从方向盘上缓缓滑到安全带的卡扣上，但是不按，但是呢也没有挪走。我后来想了很久，他为什么这样？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啊，是怕我按，他挡在这儿了。我看这个架势，我也指望不上他了，我就开始跟大哥求情，说好话。我说实在不好意思，你别跟我们一般计较，我们岁数小不懂事儿，他脑子有病，看康德。那个大哥可能看我态度好，也没太为难我们。骂了2句脏话，开着车扬长而去了。车上就剩我们2个人，太尴尬了，死一般的尴尬，尴尬的向我们大哥喊回来，能不能把我也带走？剩下半个小时，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，直到把我送到我家楼下，憋出了一句：“要不是你，我就下车干他了。”这个事儿之后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觉得这种很爱装的人啊，他真的是很需要一个伴侣，一方面保证他装的时候有人看，另一方面保证他装的时候不挨揍。他要是跟我结婚的话，是必须上交工资的，他交的不是工资，是他的保护费。
你交了这个钱，我坐你副驾上，下次你再装马上要挨打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劝。我说老公别生气，老公别下车，老公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不交这个钱，我说老公，他骂你。讲到这儿吧，谢谢。谢谢黄怡锦。喜欢黄怡锦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这个演完了能说了，好点吗？有一般吧，还行吧。这因为黄怡锦这2天突发恶疾，突然有点生病，有点急性阑尾炎，差一点比赛演出都弄不了。然后就是几个小时前，今天还在医院那输液呢，是吧？聊聊这个段子吧，这个跟孙红雷的一个小故事，打引号的啊。这阑尾炎不会是被那男的气的吧？不是，可能就是没休息好，然后上火了啥的。但是你说完这个，我都挺生气的，就确实我是感觉就是人没必要装哈，但是有的人他就喜欢装，你看孙红雷就不装，人家直接就下来了。我觉得特别好一点在哪儿？我说这个用了孙红雷以后，我就觉得很妙哎，说怪不得他这个段子他就很精简很短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一说孙红雷这3个字儿，就节省了500个字的描述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那个人是啥样的，清清楚楚的就站在那儿了，危险度有多大哈？其实孙红雷很温柔的，他就找我们买西瓜是吧？我之前特别喜欢怡锦那个，就是很有攻击性的那一面。今天我觉得可能是你身体的关系啊，就是你的段子其实是还挺有攻击性的，但是你的那个状态好像没有达到一个频道上，所以就是有点两边有点不对等了，所以有点吃亏。没事，因为您这风格本身就是其实是用很软的劲儿说很硬的话，但现在因为您现在有点太虚弱了，这没办法，这个今天没赶好时候。行，那让你过来坐会儿吧，别折磨人家。来到这边休息区休息一下。第2位要上场的演员，第一次来到喜单的舞台，上次可以说是一脚就又踹开了原生家庭这个赛道的大门，而今天还要继续深耕这个赛道。掌声有请刘大卫。哎 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大卫。跟大家聊聊我妈。刘大卫不是我的真名，是我的艺名，倒不是说讨厌我的真名，寓意倒挺好的，也是我妈给我起的。刚出生的时候，希望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给我起了我这个本名，但主要是太尴尬，跟我形象太贴切。我本名叫刘欢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想长大，哎，倒不是那种生理性的长大。我今年31岁，看我的脸也能看得出来，早就超额完成任务了。是那种社会性的长大。我妈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，我很爱她，但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跟她平等的沟通。她直到现在依然会用那种约束孩子的方式去约束我，让我觉得压力稍微有点大。过年，躺沙发上放松一下，看会儿电视。觉得我的体态不对，你就好好说好商量，不非要用那种命令的语气。坐直了，躺床上玩手机，坐直了。哎，看见有人躺着就让人坐直了，我都担心他有一天去参加别人葬礼。而且你服从他的第一个命令，他也不会满意的，只会有无数的命令等着你。你在那儿趴着，让你坐起来，坐起来，让你坐直了，坐直，让你挺胸抬头。3句话给我说净话了。有的时候他甚至命令不动我，甚至会绕过我，直接命令我的器官。你们见过有人跟器官说话吗？我躺床上玩手机呢，我妈一推门进来，眼睛。谁？还能单找他吗？你希望他怎么回答你呢？眼睛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指望叫一个器官的名字就希望它发挥正常的作用，对吧？没用的。
不可能说领导扣我工资了，我良心。我好歹还有眼睛呢。但确实在家里待着不是很自在，所以挣钱的第1个月我就搬出去了。哎，在自己的家里自由，我甚至有点飘了。我甚至开始学习做一个体面的大人。我甚至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有时间来我家坐坐。”朋友们，客套是一种陋习。真来了，压力超级大，因为他每次来，他都特别喜欢把我家改造成他喜欢的样子。你知道什么是他喜欢的样子吗？就是我不喜欢的样子。感觉他不是我妈，他是梦，因为梦想改造家。我那个屋子其实装潢的非常极简风。我妈一来，不知道从哪儿变出几块白色蕾丝花边大布。你们见过那种布吧？哎，你都不知道从哪儿买。沙发枕上一盖，茶几上一盖。哎，这些我都还能理解，你怕脏。你电视顶上盖一块啥意思呢？你要我娶她呀？我每次看那个电视，我得把那个盖帘挑起来。我说怪不得，我小时候看电视时间稍微长一点，我妈就说：“哼，你长大了跟电视过去吧。”我最受不了的一点，就是他经常会打着你不会过日子的名义，把他的生活方式强加到我身上。最难受的一点就是他特别爱往我家的洗洁精里兑水。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长辈有没有类似的生活习惯，因为他觉得原装用太浪费了，所以要兑水扩大它的体积。他都不是说这一瓶快用光了剩个底儿，灌水物尽其用用光掉。他是买一桶新的，不是浓缩的啊，普通那种新的，找一个单独的瓶子，调配1:200，我，你知道1:200什么概念吗？就是我可疯了，我甚至可以直接喝了它。我家的洗洁精别说不伤手了，都不伤胃。每一次快用光了，我妈就跟那个调酒师似的，找一个空瓶子，叭叭一对的。鸡尾水。我去外地上大学之前，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洗洁精。我第一次去我同学家玩，我才发现那玩意儿居然可以是粘的。有时候甚至我不在家，我妈都会来收拾屋子、盖布，然后走之前给洗洁精灌满水。哎，一点招呼不给你打，灌完就走了。我有时候出差回到家，一用那个洗洁精，那个触感挤到手里，我说坏了。哎，家里进妈了，我家里进贼你可以报警的。家里进妈你怎么办？你怎么跟警察同志说？警察同志，家里进人了，丢什么了？丢什么？洗洁精的精被偷了。爱情。